杜志峰，你说这话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良心？从小到大，你每次闯祸，每次做错事情，不都是我在帮着你，在护着你？包括2年前你闯下那么大的祸，如果不是我……话没说完被打断。哼，就是因为你不分青红皂白的非要护着我，立你好姐姐的名头，我才会变成这样，才落到这个地步。你根本就是在捧杀我，是居心叵测。杜志峰这话可以说是诛心了。你小姐，你怎么了？都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把王妃送去屋里，赶紧找大夫过来。秦氏招呼下人将杜嫣然抬出去后，屋里只剩下夫妻2人。相公，我看这次的事并不像我们看到的这样。你什么意思？大姐前脚刚让你找人做戏，试图杀了涂小娇，接着这些人就都找上了门，你不觉得过于巧合了吗？你的意思是，这是九王爷派人做的？没证据，我不敢完全的确定。但是大姐做的那个局是什么结果，你我都知道，明显是露馅了，被九王爷给看透了。而九王爷是什么性子，相公你也是清楚的，所以他让人对你动手伤你，怕是在警告大姐，也是在给涂小娇出气。翌日，公子都准备好了，该启程了。只是当到了马车内，九王爷这次不看书了，而是静静地望着涂小娇。涂小娇与九王爷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相互看了一会儿。涂小娇拿起了一本书，一本正经地看了起来。能读下来吗？要不为夫读给你听。为夫？九王爷竟然直接打直球，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从狐狸变骚狐狸，真是眨眼间的事。小娇，干嘛？你结巴什么？什么结巴？我是被你骚的声音劈了叉。你放心，在没放下魏松之前，我是不会勉强你的。真的？我说真的，你信？涂小娇皱眉，刚刚我只是跟你客气一下，你可不能当真了。你如果对魏松念念不忘，为夫会不高兴的。男人的好听话，很多时候都不能相信，我的话也一样。坦诚的让人无言以对。又在心里头骂本王？没有。是吗？骂也没关系。俗话说，打是情，骂是爱。这种时候你骂本王2句，我倒也是乐意听的。你个周扒皮，臭流氓，非礼啊！你个……笑骂的话还未出口。公子小心，有刺客。在马车上好好待着，别下去。说完，九王爷抬脚出了马车，一场恶战。等到搏杀结束，九王爷掀开车帘子，发现涂小娇不见了。人呢？刺客没靠近，涂小娇怎么还不见了？愣着干什么？去找。是。九王爷抬脚踏上马车，开始翻找，掀开椅子上的软垫，看到垫子下面的银票和药，九王爷心当即沉了下来。这些东西都在，涂小娇却不见了，说明她并不是自己逃走的。如果是，就她那股子财迷劲儿，肯定会把银票带走。毕竟她还想着给她那死去的鬼相公修葺坟墓呢。另一边，涂小娇确实是被掳走了。之后的几日，涂小娇被喂了药，一直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一路颠簸，这一次再次醒来，看着床幔，一时不能回神。三少夫人，你醒了，肚子饿不饿？
奴婢给您拿吃的过来。石榴，你怎么在这里？是薛世子的人带奴婢过来的，让奴婢来伺候您。薛锦的人让你过来的？那掳我的人也是薛锦派去的？是，薛世子说他知道您心里装着三公子，在九王爷身边过得委屈，所以就趁着王爷遭遇刺客的机会把您给带走了，又担心您当时不相信，迫于无奈才对您用了药。这都是他们给你说的？是啊。你信？本来奴婢是不信的，可后来他们给了我这些。说着，石榴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出来，然后我就信了。从不信也变成将信将疑了。他们还说过什么？他们让三少夫人您安心在这里生活，九王爷找不到这里。凭着我跟谢晋的情谊，他应该不会费心费力的找我。就是这事儿真的是薛锦做的，怎么不太相信呢？虽然说跟薛锦哥哥妹妹叫得亲，但说到底也是没认识多少日子的陌生人。薛锦会为了我宁愿得罪九王爷？怎么想都不太可能啊。薛锦虽瞧着混不吝的，但是是非轻重也是分得十分清楚，对国公府不利的事儿他不会做才对啊。三少夫人，您先躺会儿，奴婢去给您端饭过来。此时涂小娇所住的院子隔壁，武文问武安：接下来怎么办？先把涂小娇被掳的事朝魏家那边带，最好九王爷能出手处置一些魏家人，算是在主子回来之前替主子清理门户。武文听言，心里啧一声，真不是个东西，嫁祸给杜嫣然不是更好一些？就凭借他最近做的蠢事儿，说是他让人掳走了涂小娇，九王爷肯定会信。然后呢？九王爷信了，因此对杜嫣然彻底生了厌，一怒之下把她休了，这王妃之位就空出来了。你是想九王爷更加方便地勾搭涂小娇吗？说完，武安上下打量了一下武文，眼里满是思索。别看了，别人浑身上下都是心眼，我是一个没有。武安没说话，算是默认。这地方九王爷找不到吧？九王爷没什么地方是找不到的，只是这地方他应该不愿来。当年先帝听信谗言，将九王爷和黎贵妃母子驱逐出京，圈禁在这里。这地方承载了他太多的难堪与屈辱，所以这些年他从没到这个地方来过，以后应该也是一样。此时我倒是希望涂嫣然能争点气，把九王爷给勾回去。不可能。你怎么能这么肯定？这不明摆着吗？这人生来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什么样了。慧根这东西生来就有，没有就是没有，长不出来的。我不就现成的例子？我跟在主子身边有10多年了，看他阴谋阳谋，每天算计。你看我耳濡目染学到什么了吗？皮毛都没学到。武安听了不觉点头。确实如此。很多时候武文单纯的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不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主子都黑出花来了，武文这个下属还纯洁无瑕的。所以杜嫣然就是受了教训，也聪明不了，他就没那慧根。不得不说，武文还真是说对了，因为此时杜嫣然想的不是先向九王爷认错，先稳住王妃的位置，接着再仗势欺人，他是一怒之下准备硬刚到底。王妃，您还是先给王爷低个头吧，王爷知您是无心之过，一定不会怪你的。既然知道我是无心之过，又为何要怪我？我就不信我与他那多年的感情竟比不过涂小娇那一个贱婢。话没听的心里有些发急。王妃怎么就不明白呢？男人发情时可是不看家世，不看什么门当户对的呀。
不然去怡红院的就不会有那些达官贵人，都是乞丐和贱民了。所以涂小娇纵然出身低贱又如何，挡不住她会的多呀。画眉，你去帮我办一件事。窗外，秦氏无声站着，透过窗户的缝隙看着杜嫣然，心里也是大为惊奇。他是怎么做到在说蠢话的时候还能生出一副自我感觉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气势的？蠢而不自知，说的就是杜嫣然。偏他每次感觉自我良好的时候，就是在做蠢事的时候。连续找了3天，一无所获。王爷，如果是他们想用涂姨娘来谋求好处的话，一定会派人递信过来的。所以呢，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要等着就是了，不用费心费力的去找了，是吗？找，当然要找。九王爷没说话，在心里思索着，掳走涂小娇的到底会是谁呢？当然这些涂小娇是不知道的，她现在也很忙，忙着藏银子，也忙着改变身份。16，从今天开始咱们就以男儿身示人，这样能免去很多麻烦。行。身份的话咱们就是兄弟，我是哥哥江望，你是弟弟江石。行。武安和武文在隔壁无声地盯着涂小娇。当第2天看涂小娇出门时一身男儿装扮，两人都愣了下。你看到了吗？她脸上还搞了个痦子，那痦子好像还带毛，那毛这么长。你看得还真仔细。哎呀，我也就剩眼神好了。不过女扮男装挺好的，更不容易被九王爷找到。武安点头，同时心里也确定了。看来涂小娇的心里是真的没九王爷，不然她这会儿就不会也千方百计地想着躲藏了，而是闹着回去找九王爷了。就是这打扮，他是怎么想到在嘴角那个地方搞个痦子的？如果没那个痦子，就显得过于眉清目秀了。确实如此啊，可是加了这痦子，一眼瞧着就跟那怡红院的龟公似的。16是个闲不住的，涂小娇是个喜欢吃的，两人每天买了菜回来，就在家里捯饬吃的。每天各种香味传入武安和武文住的地方。这一天，当隔壁炖肉的香味再次传来，武文疼的就站了起来。哎，不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所以呢，你打算怎么办？去砸了他们的锅，不让他们做饭了？因为缠着你了？武文嘴巴抿了抿，少时，忽然抬脚往外走去。武文，你不要乱来。乱来什么？我去加入。什么意思？武安猜测着，看武文大步走到涂小娇家门口，敲开了门。三少夫人，属下是薛世子派来的，保护您和16姑娘的安全。说着，似乎还怕涂小娇不相信，从怀里掏出2个大元宝，双手递过去。这是薛世子让属下给您带来的。看到那元宝，涂小娇就信了一些。原来是这样啊！就这样，武安眼睁睁地看着武文进入了涂小娇的家，吃上了色香味俱全的饭菜。谁说武文没心眼的？明明没心眼的是我。在涂小娇每天吃香喝辣的时候，在武安有心的操作之下，九王爷已经把火气撒在了魏家。郭氏又在哭了，因为魏子豪被发配了，虽然不是被发配宁古塔，但被发配到了潞州，这可是极寒极贫之地呀。昭儿，你说这如何是好啊？你父亲这样的身体情况，怎么能去潞州？这会要了他的命的。圣旨已下，只能遵令，别无他法。要说在官场上的人，几乎没有哪个是干净的，父亲也一样。只是突然之间父亲做的事儿就被证据确凿地放到皇上眼前，那些错事儿虽不足以致死，却足以让皇上生怒，而皇上一怒之下岂能有好？父亲被贬出京也是在意料之中。你
就不能想想办法吗？母亲，这是皇命，我能有什么办法？母亲不如这个时候想想，让谁陪着父亲去陆州比较合适？你觉得呢？谁跟着去比较好？不如就让二弟跟着父亲去吧。让魏燕去？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从涂小娇那死丫头对她下了药之后，她现在稍微一动她就发晕，她身体这样怎么能跟着去？确实，二弟身体不能长途跋涉。既然如此，那就我陪着父亲去吧。不行，你身体也不好，你也不能去。昭儿可是我将来的依仗，昭儿不能去。是啊，我也是有心无力，如此恐怕只能辛苦母亲了。母亲和父亲自来伉俪情深，一直以来您最大的愿望不就是陪父亲同甘共苦吗？现在也算是达成所愿了。那个，你容我想想，虽然我是想与你父亲同甘共苦，但是让我把你们兄妹3个舍在家里，我也一样是放心不下。所以我想想啊。好。石榴姑娘，你看这些柴火够吗？不够我再去批些。够了，再批院子都装不下了。石榴跟武文说完，走进屋内，对着涂小娇忍不住抱怨：哥，他是真能干，也是真能吃啊。确实能吃，不过能吃挺好的。哥，我倒不是怕他吃，我有时候是真担心他撑死。不至于。这一天，武文和石榴出去买菜了，涂小娇正在院子里烤火，隔壁杀猪的小哥儿突然走来，对着他来了一句：江公子，其实我知道你是女儿身。你真会说笑。我没说笑，我是杀猪的，最会分辨男女。这话听着怎么像在骂人呢？我知道你是女儿身，不过你既然扮作男儿，肯定是有理由的，所以我不会对外乱说的。说完又看了看涂小娇，跑了。啥意思？是想告诉我他眼神好，嘴巴严吗？这杀猪的小哥确实没乱说，但是他乱来呀。自从捅破涂小娇是女儿身后，他就开始每天给她送猪肉、猪骨。完了，好像被看上了。武安都无语了。那杀猪的到底看上涂小娇啥了？武安让武文去问了一下，武文回来说，那姓朱的说看上涂小娇能吃了，能吃的女人最有福气，还说涂小娇嘴角那颗痦子长的位置有福气，一脸的福相。真是猪杀多了，猪脸毛多，人脸长个毛他都觉得是好货。哎呀，现在怎么办啊？九王爷可还在找他，现在又来了个杀猪的。你先回去吧，先让我想想。对了，晚上记得给我偷偷送点吃的过来。武文吃的不少，偷的也多，都送出来给武安吃了。当走到门口处，就看到那杀猪的手里拎着的一条肉，又在给涂小娇献殷勤。朱大哥，你很好，只是我们不合适。为啥？这样的对话已经不知道第几次了，看他好像一定要个理由。其实我已经成亲了。我不信，如果你成亲了，怎么从没见过你相公？涂小娇听了，刚要说话，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因为他的相公之前出门了，不过现在回来了。涂小娇在听到声音时愣了，而在看到那一身青色长袍、面容清绝、眉眼自带清冷的人时，是幻觉吗？抬手揉揉眼睛，再看，人竟还在。为什么还在呢？
之前总是想他，他却从未出现，现在已经不怎么想他了，他为什么又出现了呢？你是他相公？你也能看到他？你有阴阳眼吗？他这么大个儿，不用阴阳眼，只要有眼睛就能看到吧？啊，真的吗？可是他死了呀，一般眼睛是看不到他的。想着，涂小娇又看向武文。你呢？你听到有人说话了吗？说着，指了指前方，声音有些颤抖。你能看到那边有个人吗？武文颔首。是，能看到。竟然都能看得到，这是怎么回事？魏松还魂，他还来个雨露均沾，让所有人都能看得到他吗？在涂小娇惊疑不定间，看着不远处的人踏着夕阳缓缓走来。16忽然从院子跑出来，眼看16就要撞到魏松的瞬间，涂小娇毫不犹豫挡在了魏松的跟前。哥，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只是怕你把他撞散了。哥，他是谁啊？他是我相公。你相公？那他是魏三公子，可他不是已经不在人世了吗？所以这是鬼，瞧着还是个艳鬼。是呀，他明明已经不在人世了。说着，涂小娇缓缓抬手，颤抖着抚上魏松脸颊。当那温凉的触感袭上指尖，涂小娇心口紧缩，满是不敢置信。魏松，你还活着吗？还活着。真的吗？真的。那你呼一下气。魏松呼了一口气，涂小娇指头颤了下。真的有热气出来，那你再吸一口气。魏松吸气，吸气又呼气，真的在呼吸。我真是个老妇的女人，离世的相公都能给老活了。都是托了夫人的福。魏松说完，涂小娇一抹眼睛，拉着魏松疾步朝着屋内走去。进屋，啪的把门关上。16、武文、朱汪3人站在门口，你看我，我看你。回家杀猪去吧，这没你的事了。他真的是小娇的相公？真的，千真万确。朱汪听了，满脸的失落，拎着肉转身往家走去。我要去哪里再找一个脸上有痦子、这么有福相的女人呢？16还在震惊中，没想到三公子竟然还活着，真是不可思议。没什么不可思议的，毕竟世事无绝对嘛。咦，这话听着好生奇怪。别的事儿不能说绝对，但人死这种事儿还能模棱两可吗？他虽然不是绝对的死了，但差不多死了就能下葬了。16心里腹诽着，看着武文开口：你说少夫人跟三公子在屋里做啥呀？我脑子不好，好像有人比我脑子还不好。屋内，涂小娇拉着魏松进屋坐下。你把衣服全部都脱了，给我看看。久违的、熟悉又陌生的、邪乎的日子，好像又开始了。而且这火坑还是我自愿跳的，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魏松手落在自己腰带上，开始不紧不慢地脱衣服。涂小娇认真看着，手脚利索，手脚都是好的，不错，不错。当上身露出来，涂小娇当即凑了过去。没事，没受，没事吧？真好。原来脱衣服是为了看我好不好。魏松思忖间，
涂小娇给他把衣服穿上。你坐着，我先让石榴做点吃的给你啊。啊，好。魏松坐着，看涂小娇跑出去，对着院子里的丫头一番交代，然后又跑回来，关上门。我给你看点好东西。相公，你看，这些都是我攒下来的。夫人真厉害，攒下了这么多家当。也不全靠攒，有的是靠坑蒙拐骗，还有一些是偷来的。都是靠本事得来的，夫人就是厉害。总之，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过苦日子了。以后咱们就算不能荣华富贵，我也要让你冷食有衣穿，饥食有饭吃。在魏松站出来挡在他面前，带他去死后，涂小娇最大的遗憾就是跟魏松在一起时，他没过过好日子。跟夫人在一起的日子，都是好日子。悄悄守在外面的武文听到这里，实在是不敢再往下听了，屏住呼吸，踮起脚尖，快速地离开了，麻溜地去了隔壁去找武安。武安听完，神色变幻不定。主子在涂小娇面前真的是这样的？千真万确，我听的是真儿真儿的。主子说的那个话，还有那个语调，真是乖的不得了啊。武安沉默，武文问：你说主子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他连自己都不想哄，现在为什么要哄着涂小娇玩呢？难道是因为喜欢他？不可能，若是喜欢，主子就不会装死离开。如果不喜欢，那是为什么？就因为涂小娇会气人，他想受那点气，想找点刺激。不管主子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咱们俩该换一下了。从明天开始你在这里守着，我……武安话没说完，武文起身推门大步离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真不是个东西，还说什么一辈子都是兄弟，你就这么对兄弟的？等魏松洗漱后，看涂小娇把大夫请来了。苏大夫，麻烦您给我相公探探脉，他身体一直不太好，有些虚，我先给他补补。好，这身体虚，就他这强劲有力的脉搏，一晚上能耕10亩地，娶7个媳妇儿也应付得来呀。大夫，我相公身体如何？是不是亏得厉害？你男人身体确实有些问题，不过问题不大，多干点活就好了。您的意思是让他多干点活，有助于强身健体是吗？你要这么想也行。说完，苏大夫拎着药箱子就走了出去。涂小娇忙跟上，一边道谢，一边给着诊费。魏松站在门口静静看着，有些事儿是他没想到的。本以为涂小娇见到他，最先问的是他怎么没死，问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问他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魏松已准备好了说辞，但是涂小娇却直到现在都没问这些。娘子，魏松，看到你安好，我真的很高兴。只是以后我们不再是夫妻了。闻言，魏松眼帘垂下。魏家已经给了我休书，而我因为一些事莫名成了当朝9王爷的妾室，所以……涂小娇顿了顿，望着魏松。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相府、魏家村，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我让武文护送你去，可好？可以容我想想吗？时辰不早了，你早些歇息，我去16屋里跟他一起睡。涂小娇又看了看魏松，抬脚走了出去。魏松静坐了会儿，也回了里屋。夜深，吴安看看时辰，感觉魏松不会过来的时候，门就被推开了。主子。稍时脚步声传来，吴安抬头看武文大步走进来。主子，问了吗？是，属下问了。涂小娇说她没问主子是怎么活下来的，也没问您是怎么找到她的，
也是因为怕主子这一路走来太难，他听完后，万一感情盖过理智，到时候做出不理智的事，让您陷入危险。主子，他不是不想知道，他只是没敢问。不过他跟属下说了，让我问问您，等到您离开后，再把这一路的经历告诉我。魏松听完，眸色变幻，静默。主子，涂小娇虽然有很多不足，但论纯粹，她对主子比任何女子都来得好。妾卿现在在做什么？回主子，他已到江南，在查盐税的事。不过找涂小娇的事也在继续，并且他派出去了不少人，看架势是一定要把人找到的。魏松凉笑一声，倒是还挺执着。主子，现在涂小娇最怕的就是被九王爷找到，还有他现在顶着王府妾室的身份，根本不敢与主子您亲近，所以现在当务之急该是想办法让九王爷开口，抹去涂小娇妾室的名头。你现在行事倒是含蓄了不少。武文愣了下，还未明白过来这句话的意思，就听魏松对着武安直接下令，安排人杀了谢晋。是了，这才是主子的行事风格。让九王爷改口，哪里有让九王爷改寿来得快？九王爷一死，王府后院散，涂小娇重新回到主子身边，谁能有意见？之前没见到涂小娇的时候，主子对九王爷根本不屑一顾，现在刚见到人，对九王爷直接就容不下了。江南官商勾结的证据都快拿到了，却还没找到涂小娇的踪迹。至此，九王爷已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了。属下仔细探查过，魏家并没有私下养暗卫和死士，包括最近也没跟江湖上的人有过来往，所以上次刺杀王爷跟掳走涂姨娘的人应该与魏家无关。九王爷听了静默，这就是有人故意嫁祸给魏家了。王爷，京城的来信。当看到信上内容，不由就笑了，笑得满是冷意。王爷，可是发生什么事了？你也看一下吧。听言，侍卫双手接过，看完信。王爷，王妃有血了？是啊，有血了，多神奇。王爷，您看是不是？不用，本王也想看看他能作到什么地步。王爷既要看王妃作死，那么王妃离死真是不远了。再派人去找涂小娇。王爷，您不是觉得涂姨娘挺闹心的吗？既然如此，为何还一直要找她呢？能为什么？自然是因为本王反间。京城威远侯府，当利州的发生的事传到府里的时候，杜嫣然的父亲杜康德、母亲柳氏是心里是极度不满的。可是当杜嫣然有喜的事传到威远侯府后，杜康德和柳氏的心态顿时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杜嫣然回到杜家，手撑着腰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全家上下那恨不得捧着他，生怕他多走一步就累着他腹中的儿子了。哎呦，快，都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扶着王妃进屋？是。父亲母亲，不必如此，我没那么娇贵。王妃啊，你现在可是双身子的人了，怎么能不金贵？现在正是要娇养的时候，王妃可是不能大意呀。父亲，利州的事您可怪女儿吗？哎，王妃又没错，哪里怪得着王妃？可是不管怎么说，弟弟是因为我而受伤，父亲您真的不怪我吗？哎，是他自己没做好，跟王妃有何关系？王妃您尽可放心，在为父的心里，任何人和事儿也越不过王妃您去。好。在一众人的簇拥下，杜嫣然缓步进了屋。
翌日，涂小娇起床后，看到站在院子里的武文，抬脚走过去。魏松走了吗？没有，魏公子还没想好去哪里。是吗？他人现在在哪儿？咱们隔壁就一人住，我与他见过几次，也算有几分交情，所以暂且让魏公子在他家住下了。涂小娇听了，皱眉。你说隔壁那个武夫？就是他。武安对外的身份是武馆的师傅，所以涂小娇喊他武夫倒是也没喊错。涂小娇朝着隔壁望了望，然后走到墙边，踩着椅子就爬上了墙头，正好看到武安同魏松在说着什么。武安看魏松的眼神，为什么是敬畏？交代完武安要做的事，魏松一转身就看到了趴在墙头的涂小娇。这是一只红杏出墙来。魏松抬脚走过去，拎着一个板凳放在墙根处，学着涂小娇趴在墙头看着他，唤了一声：娘子。叫小娇。娇娇。娇娇这2个字从他嘴里喊出来，每个字都不清白，比他喊娘子还黏糊啊。魏松轻笑了下，靠近咫尺的距离，这距离涂小娇不由往后仰了仰。别乱动，会摔着。许久没见，感觉他学会了很多不正经的东西，从过去的纯情男大修炼成了为妲己啊。在涂小娇思忖间，魏松伸出手摸了摸他痦子上的那根毛。这个贴得真好，就一根像极了魏家的香火，而我就是魏家最后的独苗。我自己贴的。娘子真厉害，什么都会。说着没任何前奏，忽然低头在涂小娇嘴角亲了一下。涂小娇愣了下。武文说娘子喜欢吃街头的烧饼，我去买给你吃。说完又戳了一下他痦子上那根毛，从椅子上下来，出门买烧饼去了。他对做奸夫好像很有兴致啊，之前名正言顺做夫妻的时候对我也不曾这么主动过，现在我是别人的妾了，他开始主动了。怎么，奸夫这身份让他兴奋了？这想法出，涂小娇又否了。魏松不是那么邪性的人啊。另一边，魏贤夫刚到街上就遇到了朱汪。你真的是小娇的相公？有事？没什么，就是想问问你，平日里是做什么营生的？朱汪扬了扬手里的杀猪刀。男人只是模样好是不行的，还要有力气，要……话没说完，魏松突然一脚。好好卖你的猪肉，别多事，不然下次掉头的就不是猪，而是你了。说完，魏松抬脚离开。涂小娇的相公到底是什么人？真的是平头百姓吗？此时魏松心情却是尚好，日子不能总是一成不变。上辈子那样的日子也是厌了，这辈子换一种日子过过好像也不错，而换一种日常也很简单，多一个涂小娇就够了。有她，日子自然就会邪乎，特别是……魏松用舌尖顶了顶嘴唇，亲她的感觉也挺好。武文每天看着魏松给涂小娇端茶水，买吃的买喝的，黏黏糊糊的叫她娘子或娇娇，武文都觉得头皮发麻，每天都是心惊胆战的。万一被九王爷找到了，这对魏松很不利啊。魏松自然能看出涂小娇的担忧，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让人又给武安送了一封信过去。几天之后，皇宫得到一急报，皇陵失火了，皇家老祖的棺材板差点烧着了，这可是大事。皇上当即派人过去又查又看又算，
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最后一高僧言：皇家老祖大抵是生气了，因为一个杀猪的都入了皇家门，成了皇家妾，这是极大的不妥。这杀猪的是谁？除了涂小娇没别人了。不管高僧这番言辞是否属实，皇上为表孝道，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当即让太后招了杜嫣然入宫。涂小娇怕是不适合做九王爷的妾室，对此你怎么想？杜嫣然忙应：太后娘娘说的是。不瞒太后娘娘，自从怀了身子之后，晨曦每日都是噩梦连连，每天晚上都梦到涂小娇手里拿着刀，不停地刺向我的肚子。由此可见，涂小娇与皇家确实相冲。之前也是晨曦思虑不周，才让这样的煞星进了门。为此，晨曦也要向太后请罪。一番言辞将涂小娇定为煞星，赶出九王府结束。涂小娇在接到这消息的时候，还很是惊讶。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薛世子写信过来说的，自然不会有假。所以，我现在不是妾了。你只会是我的妻子，不会是任何人的妾。京城凌云寺，小僧人看住持从宫里回来后，就开始望着院子里的鸡发呆。小僧心里既知，住持又想开荤了，他想吃了那只鸡。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但他在皇宫里对着皇上、太后还有百官已经撒了谎。既然破戒了，那么就再破一个婚戒，应该也没什么了。反正德行已经不干净了。师父，咱们可不能这样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俗话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或许我无法将佛门发扬光大，但是我可以让你们看看贪恋红尘的后果。意思就是准备树立一个反面教材，让我们引以为戒了。小僧无言，忽然觉得住持惹的摄政王总来找他，真的不是没理由的。住持身上确实隐藏着一些跟摄政王相似的东西，都是那样的变化无常。特别是摄政王，竟然连模样都变了。不过唯一不变的是他那暴烈阴损的性子。九王爷的妾室，他真是说夺就夺了，皇陵说烧就烧了。要知道他自己的尸骨也在皇陵葬着呢。这人到底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啊？算了，这鸡就不吃了。阿弥陀佛。此时威远侯府将涂小娇赶出了王府，派去给九王爷报信的人也回来了，对着杜嫣然禀报：王爷知道王妃有喜，十分的欢喜，吩咐小的让下人好好侍奉王妃。王爷待忙完手里的事，就即刻赶回来。果然，王爷是舍不得怪罪我的。要是我真的有喜就好了，只可惜。杜嫣然压下心里的憋闷，问侍卫：涂小娇呢？她在做什么？回王妃，小的并未见到涂小娇。属下打听了一下，听说王爷到江南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个侍卫，并未看到涂小娇的身影。没跟着？那他人在哪里？这个小的也不清楚。杜嫣然沉默了下，然后就让侍卫下去了。画眉，你说九王爷将涂小娇安置在什么地方了？王妃，太后和皇上都表了态，涂小娇是绝无可能再回王府了。纵然是王爷心里有什么想法，也绝对不会忤逆皇上和太后的。所以涂小娇如何已经不重要了，眼下重要的是……话没说着，看了看杜嫣然的肚子，声音压得更低。王妃，眼下关键是赶紧让孩子流掉，不然等到王爷回来察觉出异样，那可是不得了的。我本还打算
用腹中孩子要了涂小娇的命的，就这么流掉，实在是太可惜了。王妃，你想要了涂小娇的命，方法多的是，没必要拿这件事去冒险啊。不借机做点什么，就这么流掉，实在是太可惜了。你也知道，这世上我看不顺眼的，也不止涂小娇一个。直流发现涂小娇这几日好像总是在走神发呆。少夫人，少夫人，啊，怎么了？少夫人，您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啊，没有。隔壁魏松看着武文，收拾一下吧，搬去涂小娇那里。主子，夫人还未开口请您回去，您就要自己过去了？我打算倒贴。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吗？没有，属下这就给您收拾东西。武文收拾好东西，魏松亲自拿了起来。主子，属下先拿着吧。无需。说完，魏松抱着被子朝着涂小娇的住处走去。总觉得主子这一瞬间走出了上门女婿的气势。武文心里嘀咕着，当走到大门口，愣了下，因为看到了身上带着血迹，正在涂小娇院子里站着的九王爷。公子，好巧呀！你也来这里游玩吗？是啊，来游玩，完了一身的伤，不知可否向涂姑娘讨杯水喝？哎呀，突然看到公子，光顾着高兴了，都没看到公子竟然受伤了。啊！涂小娇痛呼一声，因为九王爷突然揪着他痦子上的毛扯了一下。少说点假话吧，你脸上的痦子都看不下去了，都歪了。涂小娇干笑，刚要说话，就看到了抱着被子站在门口的魏松。眼前有2个男人，一个是我前夫，另一个也是我前夫。来古代不足100天，混了2个前夫，这战绩是前世没有过的，没经历过，自然也没有经验，这怎么应付呀？让他们都走，这样对魏松显然有点薄情，毕竟生死关头他也是护过我的。那让九王爷走啊，我敢说九王爷可能就敢降罪啊。武文，你先招呼着，我去买点菜回来啊。说完，涂小娇麻溜就跑了。我招呼？我该咋招呼？武文用他那不太好的脑子，可劲儿想了一下，憋出一句：那个两位自便啊。魏三公子，王爷要去屋里坐会儿吗？有劳。请。涂小娇一下子摊上了2个男人，这已经不是命好了，而是命苦了。因为这俩，他真的哪个都惹不起，也得罪不起。活阎王，别人遇到1个都要命，而他遇到俩。王爷要喝点茶吗？劳烦魏公子了。上门即是客，王爷无需客气。魏公子与娇娇好像已经和离了，再待在这里怕是不合适吧？小娇也不再是九王爷的妾室了，你来这里是不是也有些冒昧了？魏公子倒是知道的不少。魏松笑了下。九王妃有喜，九王爷要做父亲这件事可以说是普天同庆的大事，自然也传到了我这里。连带着九王妃说娇娇是煞星，没资格为妾，我们也都听说了。王爷与王妃自是伉俪情深，将来王爷也是一样的想法。既然觉得娇娇身份低微，八字不吉，那么还是不要继续留在这里比较好，免得冲撞了王爷，我们可是担待不起。一番话那是夹枪带棒。九王爷听完，看着魏松若有所思。这位魏三公子对我好像一点也不觉，真是不知轻重，还是
确实没把我放在眼里。九王爷心里漫不经心地想着，开口：魏公子倒是敢说。草民也是据实而言，王爷是明断是非之人，想来不会怪罪才是。若是本王怪罪呢？王爷若要怪罪，草民自是认罚，到时惹得娇娇心疼也是挺好。魏松这是试探还是挑衅？感觉都是。魏松在试探我是否为了涂小娇能否做到忍让，同时也让我看清楚他在涂小娇心里的分量，让我别做自作多情的事情。如果我忍让，魏松就得寸进尺；如果我认清涂小娇心里装的是谁，那就最好退让。九王爷猜测着，语气不紧不慢：惹小娇伤神的事，本王自然是不会做。不过既然你对小娇来说这么重要，那么若是我跟她说，只要她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即可保你一世安稳，想来她也是愿意的。用我来逼迫涂小娇臣服吗？王爷确定会做？九王爷听言，看着魏松，眼底溢出一抹暗色。这种感觉真是好久不曾有了。这人好像能精准猜到我的行事作风。就在九王爷和魏松言语交锋时，涂小娇来到了不远处的刘婶家。与刘婶虽然相识不久，但是刘婶三家的名头可是远近闻名，并且每次和离后还能跟前夫家处成亲戚，这可就相当厉害了。涂小娇打算来取经。嘿，小娇啊，你咋过来了？我听人说你又一个相公找上门了，你咋还有空来我这里串门呢？哈哈，果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刘婶儿，你可别笑话我了，我今天过来是向您取经的。啊？取啥经啊？您跟我讲讲，您是怎么跟前头的夫君都混成亲戚的？咋的？你也想跟他们混成亲戚？哦，跟他们做亲戚比做夫妻好处多。唉，别说做亲戚，就是做陌生人都比跟男人做夫妻好。做陌生人呐，他至少不敢使唤你，不敢膈应你，但是做夫妻会。对对，没错没错呀。我去呀，我累死累活的伺候一家子，好吃的好喝的没我的份儿。现在我谁都不用伺候，好吃的好喝的还都是我自个儿的。哎，你说嫁男人有啥好的？图个当牛做马吗？哼，我呸！婶子高见呐！这些年了，你还是第一个说我高见的，就冲着你这句话，来，咱们喝点儿，我去把我珍藏的好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可我不会喝酒。学学就会了。女人不能嫖，再不能喝咋行啊？好事不能全让男人沾了，咱们也得沾点。魏松会挽九王爷，眼看晚饭的时间都过了，还未看到涂小娇回来。人在哪儿？在刘盼弟家，就是那个嫁了3次的寡妇家。去他家做甚？好像就是去聊了聊。是吗？确定不是向他讨教成为寡妇的经验？不可能吧，他怎么可能想做寡妇？主子多好啊。咬到舌头了。主子多好，这谎说得太过，嘴巴都遭了天谴了。魏松嗤笑一声，正准备去刘盼弟家带人，涂小娇就被刘盼弟给送回来了。嗨，他喝了点酒，一直说个不停，吵得我耳朵疼。现在人给你，我走了啊。看着喝得小脸通红，眼神迷茫的涂小娇，魏松正要把人带到屋里去，就看九王爷从屋内走了出来。看到九王爷，魏松眼帘动了动，对着涂小娇问了一句：小娇，来，告诉我，魏松与谢晋，你想要哪个做相公？听到魏松的问话，武文心里啧了一声。楚
小子还真是会找时机啊！现在涂小娇喝了酒，肯定什么都敢说，而主子跟九王爷在涂小娇心里孰轻孰重，也是显而易见。主子这个时候问，就是想让九王爷难堪，也别自讨没趣。心眼好的人，这个时候想不出问这些问题的。涂小娇迷糊。魏松和谢晋，选谁做相公？刘婶，你也是经历了许多事儿的人，这事儿咱们要把格局打开。喝的真是连人都不认识了。格局打开？你想怎么打开？刘婶儿，咱们虽然是平头老百姓，但也能心怀天下呀。天下男人多了去了，又不是只有他们俩。魏松听言，嘴角垂下。九王爷挑眉，事情好像跟预想中不太一样。刘婶儿，其实魏松跟谢晋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答案是魏松没想到的，他一直觉得自己在涂小娇的心里是贤夫。毕竟在魏家村的时候，他一切都是以涂小娇为首是瞻，竭尽全力做了一次贤夫，最后还落个不是东西。在魏家村的时候，魏松那厮看着好像特别的乖顺，但很多时候也是虚情假意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不说别的，就说我有一次吃了凉的东西拉肚子，谁家好人看到媳妇儿在茅房拉得起不来的时候，不是去找大夫，而是在茅房门口赞我拉得了了，为魏家争光的。听到涂小娇的话，魏松静默，感觉不怪他，因为涂小娇晚上每次上茅房总是喜欢让他陪着，这本就很考验的魏松的耐性和容忍度。特别是那一次涂小娇拉肚子，一晚上喊了他5、6次，魏松陪着去到第7次的时候，火气那是蹭蹭的，当时把他摁到茅房里溺死的想法都是十分强烈的。当时还以为他是感动呢，原来是在哭我虚情假意。他看穿的还真是早啊。可是对我没多少真心的魏松，却在牢里的时候挡在了我前面。我当时很是意外的，以至于在他死后，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不过好在他逢凶化吉，没有真的死掉，我心里也算踏实了。但是再让他做相公，我是不想了。如果可以，我还是想找一个在我拉肚子拉得起不来的时候能帮我去喊大夫的人。哦，是吗？魏松不温不火。所以现在心里有中意的人选了吗？当然有中意的人选了。是吗？是谁？说来听听，我先恭贺你们一声。就是石榴呀。我跟三少夫人是清白的呀，还有他们是不是从没仔细瞧过我？虽然我长得跟男人一样黑，但是我真的是女人呐，我这辈子也当不了奸夫呀。石榴多好啊，体贴、细心、乖巧，世上男人都跟他比不了。所以魏松在你心里什么都不是了？怎么会呢？他跟我曾是同一个战壕里的，虽然以后做不了夫妻了，不过如果可以，我想睡了他。睡了他3个字出，满院静寂。沉寂中，九王爷身边的侍卫不由得看了他一眼。怎么？你觉得本王这个时候
也该去自荐枕席。侍卫瞬时低头，手下不敢。哼，不想跟他做夫妻，却想睡了他，为何？因为我每次来月事，肚子总是很疼啊。医书上有言说，阴阳调和能治这个，所以啊，我就想试试，看睡他几次能不能给睡好了。闻言，武文当即低下头来，根本不敢看魏松的脸。真是从未想过，我的生平还能活成一味药，还能在女人月事不和上出得上力。哼，看来在小娇的心中，魏公子相当于是一味药引子。哼，我还是个药引子，就是不知道九王爷是什么。说着，魏松对着涂小娇道：九王爷呢？九王爷在你心里是什么？他……涂小娇啧啧两声。你看他娶的那个女人，哎呀，没法说。他那王妃有劲儿都不往他身上使，往我身上使干啥？他跟谢晋闹别扭，不想着怎么和解，竟想到给他纳一个妾，彰显大度，然后来个对比，想通过我这种粗鄙的，让谢晋发现他的好，是不纯有病吗？有些事涂小娇早就想吐槽了，这一下可是打开了话匣子。他也不想想，男人都是什么东西啊？那是凡事都喜欢尝个鲜的。我确实是身份低微，很多时候言语粗鄙，既不娇贵也不矜持。他瞧我，那是处处看不上。但是谢晋不一样呀，我就是一坨屎，他过去没吃过，他可能都想尝尝。事实证明，一点儿没错。那狗男人有几天总是有意无意地盯着我的嘴巴瞧，他那样就是发情了呀。他发情不要紧，却不能给我招祸呀。我都没有想过勾搭谢晋，那杜嫣然都在想方设法的杀了我。如果我真跟谢晋睡了，真的一直留在九王府，我能有好日子过吗？那杜嫣然弄死我没事儿，我就一可随意贩卖打杀的贱妾，但我敢动杜嫣然试试，那就是死罪一条。涂小娇长叹：啊，那过的不是日子，是劫呀。所以对谢晋你是丝毫看不上了？那也不是，我看上了他的权和钱了。涂小娇说着，眼皮耷拉下来，开始犯困了，嘴上嘟囔：我要好好巴结一下谢晋，看他能不能认我当个干妹妹，或者干孙女都行，让他罩着我一下，我在魏家村就没人敢欺负我。九王爷木着脸开口：你不是已经有薛锦这个干哥哥了吗？让他罩着你，不也是一样吗？那怎么能一样呢？薛世子是好人，我舍不得利用他。万一我做错了什么，连累了他和国公府怎么办？所以还是得谢晋。涂小娇嘟嘟囔囔说着，睡着了。这一下他什么心思是昭然若揭了，他是看上了魏松的色，九王爷的钱和权，看上了16的人。武文大大的松了口气。
幸亏他没什么让他看上的，祖宗保佑。涂小娇睡得香，魏松和九王爷却是了无睡意。两个人一个坐在门口，一个坐在院中，各居一方，各自糟心。魏松没想到自己在涂小娇心里是一味药，九王爷也没料到他在涂小娇这里是一只狗。此时两人连相互嘲讽的心情都没了，毕竟都混得差不多。武文，属下在，主子您吩咐。你夸涂小娇几句让我听听。武文听言，头皮一麻，心里发慌。这是考验脑子的，可偏偏我别的都有，就是脑子不行啊。怎么，这很难？不是，主子，涂小娇她有一片赤子之心，她对着主子敢于说真话。敢于说真话，所以你的意思是，她说我不是个东西，确实是事实了。不是，属下觉得没那个意思，我是那个。在武文急的汗直接下来时，魏松又问：他对我敢说实话，你呢？你对着我不敢说实话是吗？不敢说实话，若是承认了，那就是等于承认了每天都在欺瞒主子。现在说一句实话给我听听。听言，武文急懵了，脱口而出：主子，俗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儿，就是因为涂小娇不是那种温柔善良的，属下才觉得她跟您真配啊。话出口还未落下，武文咻地跑了出去，逃窜。再不出去，这死嘴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要命的话来。真是稀奇，这辈子忽然每个人都敢给我说真话了。只是这些真话没一句中听的就是了，特别是涂小娇。如果我是一味药的话，我就要做那黄连，苦死他。总之调理月事的药绝对不行。另一边，九王爷不由得又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听完涂小娇的话，这已经是第几次照镜子了？已经3次了。本王看起来像狗。王爷，绝无此事，涂小娇她那儿就是混说的。从来不知道我还长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发情都不用表达什么，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是狗，还是一条要发情想吃屎的狗。王爷，属下觉得这位魏三公子很是有些奇怪。确实是有些奇怪。魏松敢这么跟您说话，证明他是个有胆色的人。他趁着涂小娇醉酒，趁机套话，也足见他是个有心机且阴损的人。就这么一个人，没道理被困在魏家村20多年都出不来。九王爷嗯了声，心里却另有想法。先不说魏松这个人的人品，就说他的行事的调调，让九王爷总是想到一个人，一个该死也已经死了的人——进场。想到进场，九王爷脑仁都抑制不住的跳。因为进场，九王爷过去可没少受窝囊气。早些时候，因为进场一直没娶妻，就有人说进场身体不行什么的，这话就传到了进场的耳朵里。而进场做的第一件事，自然不会是澄清解释或自证，而是直接找到源头，找到散播谣言的人，直接把人废了，让那人直接陪着他一起不行。为此还特意给那人写了一块牌匾：天烟之家。更可气的是，进场收拾完人之后，还不忘恶心他一把，对人说他虽然不行，但是九王爷很行，九王爷早已收了他的童子之身。派人去魏家村查一下魏松这些年的过往。是。深夜，石榴守着涂小娇刚睡着，忽然听到一声响。谁？你对他倒是尽心尽力，怪不得他最中意你。三公子。魏松在涂小娇身边坐下，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伸手捏住他的鼻子。在涂小娇因为憋得慌，
被迫睁开眼睛的时候，魏松开口：你也叫我一声狗男人。涂小娇整个人还是晕乎的。啊？什么？叫我一声狗男人。狗男人？魏松听完看着涂小娇，然后起身离开。三公子这是啥意思啊？三更半夜的不睡觉，来这里讨一句骂。翌日涂小娇醒来已是日上三竿，脑袋还有些晕乎，人也懵懵的，捧着脑袋走出屋子的时候，就看魏松。九王爷正在正堂坐着。九爷，魏松，你们起来啦。两人看着他都没说话。那个，你们吃早饭了吗？两人还是没吭声，就是看着他。涂小娇心里感觉不对劲儿。九王爷不理我也就算了，魏松这个贤惠的前夫竟然也不吱声。难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们坐着，我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说完，麻溜去了厨房，找石榴打听情况去了。石榴对着涂小娇也一点不隐瞒，把他昨天喝醉后说的话如实的说了一遍。怪不得跟他们说话他们都不吭声，一个植物一个动物，确实说不了人话。哎呀，没想到都成了前夫了，这感情还能再破裂一次。这地方真是不能待了。这俩有名无实的夫婿，惹不起躲得起。就在涂小娇琢磨着一会儿吃完饭就收拾东西告辞的时候，突然一声高亢的声音传来：小娇，小娇妹妹，我来了。听到声音，涂小娇神色微动，随即起身快步走出厨房。小娇，我回来了。我跟你说，最近可是不得。薛景话没说完，就看魏松和九王爷两人一并从屋内走了出来。他们怎么都在这里？这个时候魏松不应该是在边境吗？九王爷不是应该在江南吗？这怎么凑一块啊？不过他们怎么凑一块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他就不能在这里。哎呦喂，哎呀，对不住啊，对不住，走错门了。哥，没走错，咱家就是这里呀。小九啊，哥哥我过去担你也不薄，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哥，江湖救急，你帮我这一次，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哎呀，不行，别的忙我能帮，这个忙我帮不了啊。可你之前不是说以后有事都可以找你帮忙吗？我是那么说过，但我真的没想过信守承诺呀。你应该知道，男人的话不能信的。就比如现在，你也看到了，关键时候我根本靠不住啊。你还是靠自己啊，所以你就自求多福吧啊。同薛景一起回来，一直没出声的安武开口了：薛世子，你不是有关于三公子的喜讯要告诉涂姑娘吗？安侍卫不也是一样吗？不也是特意来这里给九王爷报喜的吗？薛景看安武变脸，呵笑了下。怎么，安侍卫若是不好开口的话，不如我来替你说。说着，薛景转头对着涂小娇：九王妃有喜了，安武是特意来这里给九王爷报喜的。除了向王爷报喜之外，也要向魏三公子道一声恭喜。安武看了一眼魏松，然后对着涂小娇道：香爷知道魏三公子还活着，心里很高兴，也很是愧疚，所以在前几日给魏公子定下了一门亲事，盼着他成家之后好立业。想来很快就会派人来接魏公子回襄府了。听到安武的话，九王爷转眸看向魏松：恭喜三公子了。比不上王爷你能干，都快当父亲了。小娇，你不跟三公子和九王爷说点什么吗？恭喜九爷，王妃有喜，实乃天大之喜。自此门庭天瑞，血脉绵延有继。愿令郎与令爱生来聪慧康健。多谢涂姑娘吉言。
说完又来一句：不恭喜一下桑公子吗？涂小娇看着魏松，正准备说一句吉祥话，就听薛锦对着他说：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魏松啊？什么眼神？就跟我娘看我一样，都慈爱了，都是吾家有儿初长成的欣慰。